相恋多年的男朋友嫌贫爱富，攀上了公司老总的女儿，美其名曰选择更好的生活。可是这家公司是我爸的呀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晚上男朋友去洗漱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。我瞥了一眼洗手间，拿起他的手机看了看，是卡地亚发来的一条信息，是一条非常漂亮的项链，中间缀着一颗淡粉色宝石。我不太喜欢粉色，不过是他认真给我挑的，我还是很开心。明天就是我生日，我还以为他忘了，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呀。我小心地退出信息，把手机放回原处。既然他想给我个惊喜，那我假装没发现好了。我和徐浩一起进入了公司，我走了后门。要知道，以徐浩的学历是没办法进入这家公司的。我私下里跟爸爸打了招呼，让他成功进去公司。谁让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我爸呢？我耐心等着生日那天，他把项链亲自戴到我的脖子上。一早上他都没跟我说。我仔细地检查了我带的所有东西，是不是他藏在哪里了还没有告诉我。结果就是没有。徐浩开着车子出来，我顺势坐了进去，盯着他。徐浩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徐浩没有回头，不耐烦的声音止住了我的动作。倪征，快迟到了，别打扰我。我眼神一顿，笑容渐冷。徐浩之前从来不会这样对我，一定有猫腻。一进公司，办公室里的聊天声就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夏敏啊，你这串项链好漂亮，一定很贵吧？陈姐端详着夏敏脖子上的项链，啧啧地赞叹。还好，是别人送的。夏敏克制地笑了笑，但我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眼神中的得意。夏敏这个人不爱干活，整天迟到早退，摆弄着她的那些奢侈品。公司里的人都猜测她可能是哪位千金小姐下凡来体验生活来的，不过夏敏没有明说过。我们部门的李经理也来了。这项链挺漂亮，男朋友送的。夏敏羞涩地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我这才认真地盯着她脖子上的项链，粉色的宝石，这不跟我昨天看到的一模一样吗？难道夏敏的男朋友是徐浩？不，也许是我误会了。我还是不肯揣测徐浩，等我再查查清楚。夏敏注意到我们来了，眼神有意无意地放下了徐浩的身上。我无来由地生出一股气，拉着徐浩来到了楼梯间。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说我是你女朋友？徐浩拉住我的手，铮铮。我还没有站稳脚跟，传出办公室恋情不太好。我略带怀疑地看了他一眼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徐浩做发誓状。你找了关系让我进这家公司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。我就知道，你把手机给我看一下。徐浩一阵慌乱，看我手机做什么？像是做鬼心虚，直接侧过身处去了。这么躲着我，一定有鬼。我寻了过去，七拐八拐，竟然发现了徐浩和夏敏。他们俩靠得很近，两个人看上去竟是要亲了。实锤了，夏敏的项链就是徐浩送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怒声道。两个人被我吓一大跳，夏敏被打断，刚要发火，一看是我又收了回去。夏敏早就知道我是徐浩的女朋友，我没理他，紧紧地盯着徐浩的眼睛。徐浩，这就是你给我的承诺？就是脚踏两条船。夏敏暧昧地靠近徐浩，轻佻地对我笑。是你被分手了，妹妹。被分手了还追着挽回，可是很不体面的。我轻笑。是吗？拎着手里还未开瓶的汽水，走到他们俩面前，一拧，
啊呀呀呀啊呀！你疯了吧？夏敏精致的妆容全被我毁了，气得疯狂大叫，跑出去整理了，只留下沉默的徐浩被我逼在角落，泡沫难看的留在了他的头发上。徐浩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对我。徐浩抬起头，眼睛里闪过一丝阴怒，转而又恢复平静。倪征，我确实很感谢你，给我走了关系，让我可以进风华。可是这不够，这几年那么多海归，这么多名校毕业的，我怎么抢得过他们？我家境不好，你不知道我走到今天有多难。阿征，我是一定要留下来的，只有他能帮我。阿征，夏敏她是风华老总的女儿，我没有背景，你别怪我了。徐浩说的时候脸色沉痛，不知道他做出了多么痛苦的选择。可是被甩的是我。徐浩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我看着他，眼睛慢慢模糊。徐浩显然不在乎。倪征，我们分手吧，你也别再纠缠了。我气笑了，反问道：你真的确定夏敏是风华老总的女儿？徐浩脸色变得轻松。你主动离职吧，我怕夏敏把你赶出去不太好看。说完就转身出去了，出去的身影显然有些轻快。我笑了，把我赶出去？你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爸还有夏敏这个女儿，我就这样被分了手。不知道徐浩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会不会哭出来。夏敏绝对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有一天下午，我走得比较晚，不小心瞥到夏敏电脑上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。原来她有金主，没了爱情，那就搞事业。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。我们部门新接了一个大项目，每个人都要写一份策划书来竞争，其中就有夏敏。跟着我爸写策划书，这些我多少都了解。花了几天，我写了个提案。周一早上开会，部门经理坐在首位，我们一个一个递上台展示自己的策划书，成员们挨个上去讲。我打开自己的电脑，点开图标，我慌乱地点开，却发现文件全是空的。我今天早上刚检查过，怎么会没有了？去垃圾站找了，又重启了好几次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额头上的汗一下子出来了。我看了一眼顺序，马上就到我了。按照我的习惯，绝对不可能是忘了保存，我检查好几遍了。除非……我隐晦地看了部门成员的每一个人，只有夏敏触及到我的眼光，极快地收回。我突然想到，今天徐浩给全部同事们买了咖啡，我一看是自己喜欢的，就没有拒绝。结果拉肚子导致上厕所时间差点超时。徐浩，果然是他，肯定是为了夏敏。我真的服了，以前怎么没有看出来他是这种人？我心里陡然生出一股怒气，想让我离开，想都别想。还有几个人，还有时间。我快速地理了一遍逻辑，打开常用模板，开始编辑。时间太短了，我能说出我的想法就算赢。夏敏说不定已经看了我的策划书，还好那不是最终版。我本来打算来的早上再修一遍，被那杯咖啡打断了。徐浩快速地做出了一个简单的 PPT， 正好也轮到我了。我沉稳地上台，余光瞥到夏敏兴奋的表情，我心里冷笑，想让我翻车，你还嫩得很。思路不错，不过为什么这么简陋？部门经理皱着眉头看着我。经理等会您就知道了。我微笑着看着夏敏。夏敏一个靠身体走后门的，怎么可能想出精彩的策划？他就是抄的我的，我看他能想出什么好点子。果然，他忍不住了。夏敏一扔策划书，直接开始耍无赖。经理，
倪征抄袭我的策划书，他讲的就是我要说的。他的方案这么简陋，就是临时看了我的内容，重新编辑的。部门经理看了看夏敏，又看了看我，眉头皱得死紧，严肃地看着我说：“倪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夏敏抄袭了我的策划书，还把我电脑上的内容给删了。这份方案是我临时做出来的，所以比较简陋。”部门经理眉头依旧没有松开。怎么证明？我一笑，监控，如果您还不相信，让夏敏单独展示他的策划书，让我指出他的漏洞。夏敏僵住了，急声喊道：“怎么还会有漏洞？”说完就愣住了。房间里陷入难言的寂静。我摊开手，不用查监控了。部门经理脸色铁青，没想到部门的老员工做出了这种事。夏敏，跟我过来。夏敏怨毒地看了我一眼，不甘心地跟着部门经理走了出去。结果出来了，夏敏升职无望，以后档案会有黑点。可以了，人事宣布，我的策划被选为最终策划，打了一场大胜仗。下班刚回到家，就遇见了一个不速之客。徐浩站在我家旁边的路灯下，刚一走近，徐浩就一把拉住我的手，神色怨怼地对我说：“倪征，你为什么针对夏敏？”我气笑了：“不是你有病吧？今天你没看见吗？是他抄袭的我。”我恍然大悟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是你给他机会碰我的电脑。好啊，徐浩，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个人？徐浩拉住我的胳膊，脸上还是掩饰不住的怒气。夏敏抢了你的策划，你就让给他不行吗？我挥开他的手，内心真的对他再一次改观了。是我当初太单纯，被徐浩表面装的纯良骗到了现在。不是你没病吧？是夏敏抢了我的策划。我当然知道，但是你就不能让夏敏吗？你知道我为了他的喜欢付出了多少努力吗？你差点让我前功尽弃。我盯着徐浩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是我的成果，我就不会让给任何人。夏敏是他活该，你我管不着。”徐浩怨怼地看着我：“有什么意义？你这么逗，有什么意义？不还是实习期还没完就要被赶走了？倪征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要跟夏敏争。人家爸爸是风华集团公司的董事长，风华很不好进的，出去就没可能再回来了。”我笑了：“那是你。”徐浩不耐烦地说：“是，我知道，我进风华是你的功劳，可你的爸爸不是风华董事长。倪征，你好好跟夏敏道个歉。”我终于不耐烦了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过来了，拿我去讨好夏敏啊！我告诉你，徐浩，我不会被辞退，你也别再找我了，看着烦。我离开得很迅速，回到家越想越气，收拾了一堆徐浩的东西，本来想扔掉，一看徐浩还没走，我把一堆的东西扔到了他的身边，带着你的东西滚。这些东西有的还是我送给他的。等会，我拿出手机计算了一下，28000，别忘了还给我，不然我报警。留下徐浩我走了，但没想到会时砸狗叫。第二天一早，一束大大的鲜艳的玫瑰放在了夏敏的办公桌上。夏敏摇曳着身体走过来，背着一只崭新的 LV 包包。哇，新包包，夏姐，今年第几个了？夏敏娇羞一笑：“这个是我男朋友给我买的，我早就说不要，可他非要给。”陈姐艳羡地瞅着，夏敏可真是幸福，一般人都没有这种福气。夏敏得意地说：“我爸说，如果这个男朋友合格，就直接给我们在公司旁边买套房子。我们公司在市中心，房价可贵了。”果然，其他人一听就更加奉承起来了。夏姐真是好福气，家里有钱，男朋友也大方。
夏敏突然认真，我就是看不惯那些舍不得花钱的人。谈恋爱不就是要花钱吗？尤其是那种分手了还要退回来的。我一愣，合着在这点我呢？要回来什么的也太掉价了，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。陈姐附和道：“夏敏之前给他的好处可不少。”我笑了笑，我就没见过白白拿别人钱的拜金女。夏姐，你确定你男朋友很有钱吗？徐浩可不是什么有钱人，这包是金主买的吧？夏敏还没反应，陈姐率先指责起了我。我看你就是羡慕嫉妒恨，倪征啊，做人嫉妒心不要这么强，你说不定还留不下呢。做人还要积点口德。我站起身冷笑，我还真的能留下来，至于有些人，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。我看着夏敏笑了笑，我的钱我一定会要回来。说完意有所指地指了一下他的包包，说不定你这包就是我买的呢。徐浩打肿脸充胖子，我送给他的东西估计早就被他卖了去讨夏敏欢心。夏敏脸色铁青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进了洗手间，我跟徐浩发消息，还钱。洗手池传来2个女同事的聊天，好像夏敏是风华董事长的私生女，过来基层历练的。这要牛，那倪征不就惨了吗？对呀，倪征肯定不会留下来的。咱以后小心点，离倪征远一点，万一惹着咱们了。好啊，都觉得我会留不下来。滴滴滴，声音响起来，是我爸打过来的电话。女儿啊，你那个部门怎么这么热闹？你没事吧？我当然没事了，我是谁呀？他们能赢得过我？再说，不是还有您吗？我眼睛一转，不过有个事需要你帮忙。行，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。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我回去发现办公室都没人了。人呢？我随手拽住保洁阿姨问道。哦，你说这个呀，他们一块去公司的内部高尔夫球场了。公司内部的高尔夫球场夏敏能去，听说是董事长亲自允许他去的。我爸，这就更不可能了。我跟着去了高尔夫球场，这个球场在公司的不远处。当初买这块地的时候，我正对高尔夫很有兴趣，所以我爸在公司不远处建了这个高尔夫球场。平常除了我爸和我，也只有公司的几个经理能进去。我一进去就看见部门里的几个人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的豪华座椅坐着，围着好几个服务员小姐姐在那里服务。夏敏得意洋洋地在那里站着，徐浩站在他旁边，看起来很亲密。夏敏，你好厉害呀，这个地方都能进来。对呀，托你的福，这个地方真漂亮。徐浩，你挺厉害呀，找夏敏当女朋友，这以后就不用愁了。徐浩嘴角扯出一抹得意的笑，表面上还在假装谦虚。那里，大家都是同事。倪征怎么来了？终于有人看见了我，叫出了声。我倒是无所谓。夏敏看见我，直接走过来。你怎么能进这里？我对着他做了个鬼脸。你都能进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夏敏被气得一个仰倒。高尔夫你会吗？打肿脸充胖子可不行。徐浩拉着夏敏，敏，倪征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就是不小心进来的。说完他示意我，你快出去吧，这个地方不是你这个普通人能进来的。徐浩仿佛多为我着想似的，你不用管我，我自己能进来。说完瞥了一眼正在打球的夏敏，这动作错了吧？夏敏脸色涨红，怒气冲冲地质问我，你懂什么？有本事你来。我来就我来。拎起球棍，我摆了一个标准的姿势。这么能装？我没理会，挥杆，一杆进洞。夏敏瞪大了眼睛，
周围一片惊呼：“你怎么会这些？”徐浩姑住我的手腕，你是不是背后找金主了？不然谁带你练的？你就是这么想我的？我看着徐浩，他眼睛有点红。不然呢？你跟我说你是个普通人，那这个高尔夫球谁有资本让你练的？你是不是找人包养了？他还死拽着我不放，你跟我说呀！我一巴掌甩过去，徐浩的脸狠狠的一偏，五指巴掌印浮现。我没有，你想要的话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哎，你们这都什么人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门打开，一群保安赶了过来，指着我们喊。见说不管用，直接开始架着几个人往外走。一个同事慌忙地问道：“夏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这里随便进吗？”保安冷冷的一哼：“以前经理的手续就能进，从今天开始改了，必须要有董事长的手续才能进。你们快点出去！”被架着的同事急忙朝着夏敏喊：“夏敏，董事长不是你爸吗？你快给他打电话呀！”夏敏的脸一下子变得非常苍白，颤抖着手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没有人接。我讥笑着站在旁边，保安都有意识的没有去拦我。幸好提前通知了我爸，让他派一些保安过来。这些逢高踩低的同事们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给我滚蛋！电话没打通，夏敏白着唇对我们说：“估计他有事，咱们先回去吧。”夏敏这一出，搞得同事们怨气非常重。回去以后，有几个爱嚼舌根的，给了他好几次没脸，气得夏敏当天下午就直接没有再出现。我经过这件事，短时间他应该不会再折腾。谁知道他这么快又卷土重来了。夏敏穿着一身大牌衣服，戴着豪华项链，全身叮叮当当，全是贵重物品，普通人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买不了多少，让同事眼前一亮，开始窃窃私语：夏敏到底是不是装的呀？谁知道夏敏充满着笑容对我们说：“今天我请大家吃饭，为昨天赔罪，大家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要过来呀。”说完，他走过来凑到我面前，皮笑肉不笑：“倪征，你可一定要来呀！”我扯了扯嘴角：“那当然。”一群人停在了豪华酒店门外，酒店金碧辉煌，看上去就非常昂贵。夏敏花了不少啊，看着。今天大家随便点，我请客，随便吃啊，随便喝。真的是对不住昨天这么说你，夏敏，你真的厉害。女同事奉承着道歉：“哪里，大家都是同事。对了，把我这辆宝马给停过去吧。”夏敏随手拎着钥匙递给工作人员。男同事两眼放光：“年轻有为啊，夏姐，这么快就开宝马了，以后多多提拔。”我淡定地从桑塔纳下来，却迎来了同事们的一波嘲笑：“就开这个车，你可真穷酸。”夏敏讥笑道：“对呀，倪征你天天就是个帆布包，也不换个包背背。人家哪有这个钱啊？实习还没转正呢。”两位女同事咬着耳朵说道。徐浩没有看我一眼，就站在夏敏身边，看起来还挺享受夏敏带来的光环。我靠后跟着走进去，一进去他们就自动分好了座位，我坐在末尾。点好了，大家随便吃啊。我看了一眼，菜色还算可以，不过对于这家酒店来说还不算好，只能说是普普通通。倪征，你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吧？今天夏敏请你吃，你可要好好感谢她。估计倪征心里都要感动哭了吧。我打断了他：“等会。”夏敏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强笑道：“你还想吃什么？你不是有钱吗？这个鲍鱼、鱼子酱、白松露，还有这个罗宋汤，红酒还拿1瓶吧，要最贵的。没问题吧？”
夏敏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“当然没问题。”一道道菜陆陆续续地被送了上来。夏敏的脸色已经有点青，而徐浩脸色已经变得有些复杂。同事们更加恭敬，估计在心里已经把夏敏放在了不能惹的名单里。我吃了起来。一个同事讥笑道：“你看倪征吃得多快呀！家里穷，没办法，这些饭菜可能就是第一次见吧。真的是可怜，倪征啊，你要是家里真穷，我们公司给你筹钱。”我冷冷地甩出一句：“不用，别打肿脸吃胖子，没钱也别硬装啊，咱大家都是同事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”砰！门一下子被踹开，一个中年男子走进来，直冲着夏敏。他一个巴掌扇过去，夏敏的脸立刻肿得高高的。“你花我的钱装面子啊？这么多钱，你可真敢花！我给你的额度你拿来装面子，夏敏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！”我装作不经意地问道：“夏敏是你女儿啊？”中年男子不屑一笑，一把拽过夏敏的头发。“女儿，她就是我一暖床的。”同事们都倒吸一口气，异样的眼光让夏敏难以忍受。“啊呀呀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你说可以花的吗？”夏敏崩溃大叫：“我陪了你这么久，这点钱都不能花吗？不是我花的，我计算好了，刚刚够额度。是倪征点了这么多菜，你向他要钱去，别找我。”夏敏被中年男子拽着头发，痛得眼泪流了满面。中年男子顺着夏敏的指向看到了我，凶恶地逼问我：“你去付钱？”突然，一道厚重的声音打断了此时混乱的局面：“是谁要恐吓我女儿？不枉我折腾了这么久，我要知道我爸在这里有酒宴，让他顺道来救我一下。游戏我也玩够了，是时候要揭开假面。”我爸终于来了，他一进来就怒视着每一个人：“是谁说的要让我闺女付钱？”房间里的人没有不认识风华董事长的，全部都很激动，认为夏敏没有骗他们。徐浩激动地扯着夏敏的手：“你爸来了，他来救你了。”我爸走进门，风华的同事们都在喊：“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这个男人无缘无故地把您女儿打了，你可要好好的惩治他。”同事尴尬地补上一句：“还有这桌菜，可能也要您付了。不过要早知道是您女儿，我们付也可以。”我爸提出疑问：“什么？她可不是我女儿，我的女儿在这儿。”我爸走了一圈，故意的在夏敏旁边停留，然后走到我面前，把我提溜出来。“藏了这么久，还不过来？”我嬉笑地靠了过去。“爸！”我笑着转过身，面对着大家，看着他们错愕的、精彩绝伦的脸，我的心里就止不住地畅快。我不想再玩什么装作穷人的游戏了，现在我宣布，游戏结束。徐浩第一个接受不了，他狠狠地质问我，眼眶通红：“什么？你是他女儿？”“对呀。”我笑着答道。徐浩崩溃了，他赤红着眼眶：“夏敏，你骗了我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跟倪征分手。”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有点想笑。到了现在，他才肯告诉同事我们谈过。实际上，我跟他的恋爱什么都不是。也许有过感情，可这一切都比不上他的前途。哦，不是，是还没有攥到手的前途。徐浩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精致利己主义者，只可惜他赌错了。中年男人一看是风华董事长，一下子松开手，夏敏倒在了地上。“你董事长，真对不住啊，没想到这件事还牵扯到了您女儿，实在是无心之举，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，还请您原谅我。”我爸睨了他一眼：“别整天围着女人，干点正事。幸亏我的女儿没有受到什么伤害，否则……
中年男子陪笑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怎么也不会让您女儿受伤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我那有几瓶好酒，过一会儿我送到您家里。”哼，我爸轻哼，这就不必了。好了，既然事情都完了，就别挡着路了。我带我女儿回去。等等，徐浩快步走到我们面前，挤出一抹笑。董事长您好，我是倪征的前男友，我很爱他。我爸和我都没有看他一眼，转身就出门了。没想到徐浩居然这么穷追不舍，我一出门，直接被门口的身影吓了回去。徐浩颓废地坐在门口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看起来像是在这里待了很久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徐浩抬起头，眼球布满血丝，愣愣地看着我。倪征，我好想你。他站起身，抱住我，一直不松开。我后悔了，我不应该为了夏敏放弃你。我看着他，感觉很复杂，轻轻地推开他。你只是在后悔为什么不能早点知道我是风华董事长的千金。徐浩愣愣地反驳：“不是这样的，我爱你。倪征，你不知道我跟着夏敏有多痛苦。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人看，只是觉得我是个乐子。阿征，你回来吧，咱们还在一起。”我狠狠地推开他。做什么梦呢？徐浩，本来你可以直接就在风华，可惜你选择了和我分手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别再过来烦我了。我丢下他，直接开车去了公司，还是原先的工位。我走过去，同事们低着头，没有看我。经过昨天的事情，他们也不好跟我说话。我看见我的座位上放了一杯热牛奶和一个三明治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徐浩匆匆赶过来，脸上还带着汗珠。阿征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早餐。徐浩看着我，脸上还有期待。夏敏刚好出来，看见了这一幕。徐浩，你怎么跟我说的？说爱我一生一世。徐浩被夏敏纠缠，着急地推了夏敏。我这才发现夏敏的脖子上都是伤口。是你骗了我，我是爱倪征的。夏敏哈哈大笑。爱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也会有爱？你不就是为了就在风华才跟我谈恋爱的吗？说什么你爱倪征？你不就是因为倪征没权没势才跟他分手？徐浩，大家都不是傻子。徐浩脸色骤变，崩溃地冲着夏敏喊：“你闭嘴！”说完向夏敏冲了过去，双手狠狠地扼住了他的喉咙。你放开我！夏敏被掐得说不出来话。救命！都怪你，都怪你！徐浩眼里都是疯狂。要不是你，我就已经留下来了，我未来就不用发愁了。夏敏，是你害了我一辈子。夏敏被掐得脸色发紫，突然晕了过去。我冷静地喊：“快叫救护车！”装死的同事们终于不再装死，而是开始叫救护车。救护车匆匆赶过来，将夏敏带走了。徐浩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地上。我走到他的身边，慢慢地蹲下身。徐浩，你太执着了。徐浩眼神渐渐清明，也渐渐地变得痛苦。他抱着脑袋。也许你回家去会好很多。我相信以你的才能，到哪里都能发光。徐浩，人生不是轨道，是旷野。徐浩呆呆地坐在地上，不知道是听懂了没。我转身离开了。我觉得他会想通。到部门经理办公室，我接到了我的转正通知。小征啊，你的实力有目共睹。这个通知其实早已经准备好了，只是因为一些因素没有正式给你。我们很愿意给你发这个转正通知，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好好努力。好的，我欢喜地接受了，兴奋地发给爸爸看。再出来，已经没有徐浩的身影。周围工作的同事也都过来给我贺喜。
一个一个都变得谄媚而奉承，丝毫没有当时酒局的尖酸刻薄。是我变了吗？我还是原来的我？是他们眼中的我变了？我赶去医院，他躺在了床上，喉咙还包裹着纱布，只能发出嘶嘶声。我坐在了他的病床前，他孤独地躺着。当时医院给那个中年男人打了好多的电话，他勉勉强强地接了，骂骂咧咧地交了一点钱，刚好能做完手术。他不想见我，我就离开了。手机里跳出了徐浩的消息：倪征，如果可以，你能不能送我？火车站里，徐浩低着头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我过去他身边坐下。倪征，我以前也觉得人生是旷野，不是轨道，可是对于我这种穷人来说，人生就像是铺满碎石子的路，而我光脚走在上面，你懂吗？你不懂。徐浩轻叹一口气，声音渐成无。倪征，对不起。他冲着我笑，我看着他，眼睛变得模糊，头也很混乱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醒了。我睁开眼，一处很简陋的屋子，内里布置得非常干净。旁边的床铺上还有一个老人长久地躺在床上。我被徐浩拐到了这里。见我一直望着那老人，徐浩静静地说：“那是我妈妈。年幼时，我爸死了，我妈为了给我赚钱交学费，摔进了山沟里，瘫痪加痴呆。我还有一个妹妹，也死了。”平静的语气令人毛骨悚然。我紧紧地盯着徐浩。徐浩，我不欠你，你家里的这些灾难，我很同情，可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不应该把我关在这里。徐浩抚摸着我的头发。再等一会儿。我知道你爸来得很快，倪征。我们有多久没在一起好好聊了？我转过头去，没理他。那时候我没多少钱，还是愿意给你花。我记得你喜欢吃糖醋里脊，不喜欢吃茄子。徐浩陷入了一种虚幻的美好。他的脸从迷惘又渐渐变得凶恶。可是为什么？你要瞒着我，倪征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倪家大小姐？你欺骗了我。徐浩又哭又笑。倪征，我恨你，老天为什么对你这么好？你什么苦都没有吃过。我突然笑出了声。徐浩，别以为你的痛苦才算痛苦。我不想跟你做痛苦的比较，痛苦不能比较。我紧盯着他的眼睛。你觉得你的痛苦更高级，所以才这么张狂地绑架我到这里吗？徐浩，我不需要为你负责。徐浩说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，因为我爸来了。我没有被绑架多久，就回到了家里面。徐浩进监狱了，而他的母亲，我特地让他住进养老院里，再请了护工照顾他。我去看了次徐浩，他得知我的做法，哭了。谢谢。也许是清醒了吧。我没再见过夏敏，据公司的人说，夏敏出院了，她的喉咙没有完全废，还能听见一点声音，日常生活没有问题。出了院以后，她去工作，努力地赚够了我在医院为她垫付的钱，寄到了公司，希望公司的人给我。我十分感慨，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，可我看向天空的阳光，突然想起了徐浩的那句：你什么苦都没有吃过。不，我还是吃过的。我小时候也很穷，妈妈也去世了，爸爸带着我2个人相依为命，靠着一点机遇才走到现在，要不然可能活不下来。总之，看自己的选择吧。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